中俄的关系啊是越来越紧密，美国这边看了都急眼了。但是乌克兰为什么却不敢和我们中国翻脸，反而加紧和我们中国的沟通和联系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起来啊，这个原因啊也非常的简单，一句话说，乌克兰呢现在离不开中国，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中俄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加紧各种的合作呀，这个并不意味着中乌之间关系就会恶化，而且我们跟俄罗斯在加强各种合作，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还是充分的尊重和考虑了乌克兰的具体利益，在这一点上，乌克兰看得也非常的清楚。具体的原因我们来说起来可以大概看4方面的。这第一咱们首先说这个贸易方面。这贸易方面呢，我们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大家都很奇怪，你看乌克兰在欧洲怎么还变成我们还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我们和乌克兰在农业方面，在这个矿产方面，在这个能源方面还有在这个机械制造包括在这个船舶、在航空这些领域都有很深的合作。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从贸易角度来讲，乌克兰它就离不开中国的呀。第二一个呢，我们来看这个在投资和以后的这个能够取得和平之后的重建上，乌克兰是离不开中国。当然了，至于说在重建过程中我们会不会参与，会参与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说。但是这个前景是摆在这边的，就是即便没有这一场俄乌冲突，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乌克兰也是要重视要看的。第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了，很现实的问题，俄乌冲突能不能和平的政治解决，这个是离不开中国的。和平方案和平框架需要中国在这边。你看此前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像土耳其以色列法国都进行了调停和斡旋，但是没结果。为什么呢？他们这个体量太小，而且呢他们多多少少也参与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立场和我们的这个体量，乌克兰是需要中国介入这个事情的。第二呢，关键的，你看这个美俄实际上都是这个当事方，特别是美国，虽然说他没有露面，冲突的背后不就是美国吗？在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么和俄美能够进行平衡的，乌克兰也清楚，它需要是中国。欧洲这边是有可能参与这个事情的，但是它也被美国给搞成了政治统一战线了。欧洲的力量本身也是有所欠缺，所以乌克兰很清楚，俄乌冲突最后想得到和平的解决，至少是达到这个停战这个阶段，中国力量是非常的重要，它不能和中国闹翻了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还可以推导出第4个原因这就是实际上乌克兰它也在进行各种的政治上的平衡和操作，它和中国保持联系，和我们把这关系搞好，我们的力量从中起一定作用的话，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特别适合美国与西方，包括欧洲，包括北约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从这几点来看，乌克兰干嘛要和中国闹翻呢？不但不会闹翻，它还会和我们中国尽量保持这个良好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美国正在极力破坏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你看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那个马达西奇那件事情，乌克兰把这个马达西奇这个公司呢完全国有化，就等于把我们当年在马达西奇一些投资这个事情就给冻结在这边了。这件事情呢，乌克兰并不是主动要这么去做，当然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好处。这个事情背后主要是美国是在推的这个很明显了，这就是破坏中乌之间的这种合作嘛。第二一个，在乌克兰的内部那些极右的议员极端靠在美国身上那些政治势力呢，他们开始拿台海问题来挑事儿这是要恶化中乌之间的关系。第三呢，美国其实早也布局，早就动手了。美国的 CIA 呢和乌克兰的国安部门它进行过合作的，它是专门对中国进行各种负面的宣传，制造各种事件。你比如说吧，他们就故意造谣说中国又怎么样去支持俄罗斯了，这就引发这个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矛盾。而且呢，有时候他们直接搞一些下三滥的做法。你比如说他们在基辅的一些地区在他们能控制的一些地区呢，殴打我们中国人或者是搞一些这些事件出来这就是恶化双方的这个关系所以从这些原因上来看呢，中乌的关系目前来讲是正常的，
而且呢，双方其实都想维持好这种关系，可是这个外来的破坏力量也很明显在起这个副作用，所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加深入、更加长期的观察。